大家好，这是当初要克服土壤湿黏，约在20天前进行调播撒种的田油菜心啊。这是入冬后很值得种植的菜，虽然目前看起来的样子有点糟啊，事实上却是因为想说土壤湿黏而没有浇水，根本忘记了这是种植在比较高的位置啊。加上因为又有铺设稻梗，也就没有理会。毕竟杂草呢也是长了不少啊。然而田油菜心的生长状况呢，其实比拍摄的视角好很多啊。有些位置并不是没有长出来啊，而是被叶菜儿啃掉了啦。这浇水下去不用10天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由于这有铺设稻梗，现在清除后的杂草，因为这是比较细小，没有带有草籽啊，也就这样直接拔起，让它自行晒干，算是应验一句话哈，出来混是要还的。尤其是对于很在意抢肥问题的人呢，这样清除晒干也算是一种反馈啊。虽然个人也是简单拔一拔。油菜心好吃的部位其实是它的菜梗啊，因此就算一开始有叶菜儿会啃食叶片啊，倒也没有很在意，而没有进行覆网。简单拔掉比较高大的杂草，进行浇水后，不到10天的长相根本是变了样啊。而这跟夜晚气温降低不少，或是日照变少也有关系啊。完全不是不长啊，只是时机未到啊。种植空间小的话，这也是入冬后很值得种植的菜啊。播种到现在也不过近1个月就可以尝鲜，加上它又是可以反复采收的菜，对于家庭种植算是省时省事又好吃的菜。而由于主要是吃茎的部位啊，所以它的茎部会不断长出。还会长出不少的侧茎啊，因为很好吃呢，在别处还特别加大空间进行育苗啊。而底茎长出有个好处啊，这要进行移植时会很方便。采收完之后，做了进行移植的动作了，来调整生长疏密的状况，不用担心移植的成功率了。这影片后面还可以看到它惊人的生命力。现在是第一次进行采收，除了换菜进行尝鲜，也是要彻底进行除草。对于可以采用调播或是撒播种植的菜呢，如果菜地容易长草，就可以采用调播的方式啊，这样要进行除草会比较容易。个人是先将油菜心的间距土壤都挖起，在沟槽里添加了草木灰腐殖土啊，这可以增加底肥，促进长茎的速度与甜度啊。挖出的土壤回填在土壤表层与覆盖底茎的部位啊，因为刚好有碎稻梗可以使用啊，于是又补了一点稻梗上去哈，除了保湿也方便浇水啊。若是又想压抑杂草生长，稻梗就可以多覆盖厚一点了。这种方式对于可以反复采收又容易移植的作物，要进行除草会很方便快速啊。这也是为何日前会亲自下田装了好几袋碎稻梗的原因啊。不过这在高大作物或是采用调播时会比较容易操作啊。反正能压抑杂草生长，就一区块一区块进行设置啊。做好之后，种菜就几乎只剩浇水施肥为主了。而为了在割取采收之后，帮助油菜心快速再长出叶片啊，还特地进行添加易肥啊。只是很多事呢都会出现意外啊，因为很好吃啦，易肥的效果还没显现哈，很快就又有人来割去煮啊，只割了3次，茎的部位就被割光了。至于割取的时候要不要留下叶片，方便行使光合作用，
实际观察结果影响倒是不大，所以割取底茎时呢，就可以不用顾虑那么多了，因为它很快就会长出来。最后，这是它再长出侧茎的位置啊，才3天就可以长出这么多哈。高菜价又缺菜时，真的是很适合种的菜。谢谢收看。